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麦。今天的视频呢，我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出租房在装修的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啊。那是什么插曲呢？就是被入室抢劫。虽说是入室抢劫啊，但是其实当时房子里基本没有什么东西，因为整个房子呢还在装修中，所以啊，盗贼进来之后呢也是空空如也。但是有意思的是呢，我们这个房子被同一伙盗贼啊入室了2次，当时真是把我气得不行。那今天咱们的视频呢，我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里面的来龙去脉。同时啊，通过这件事情呢，我也学会了很多的技巧，包括如何跟美国当地的警察打交道，做哪些事情呢，让你的房子可以免遭入室的盗窃。还有啊，就是现在市面上的这些 security camera 安防系统到底有用还是没有用？那希望大家呢能够一直看到最后，也别忘了给我们来一个点赞、留言、分享，素质3连。首先啊，我想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当时我们买的这套房子啊。这一套出租房呢，是我们大概在2017年的冬天 close 的，然后地点呢在 DC 附近，离我在纽约上班的地方呢其实比较远，所以这个开车呢大概要4个多小时。那 close 完了之后呢，正好是冬天，那冬天啊正是出租房的淡季，所以我们当时的想法呢就是把它装修一下，然后等到第2年开春的时候啊再租出去。还有啊，就是因为当时这个房子其实是银行的破产房啊，所以呢 condition 并不是很好，很多的地方都需要维修。那也正是因为是破产房呢，所以其实这个房子在卖给我们之前啊，已经空了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。那小区的话其实是比较安静的啊，很安全。因为房子户型呢也是这种联排别墅，也就是咱们说的 townhouse。那我们左边和右边啊都有邻居，而且呢都住了人。那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呢，这个房子都有装修师傅在装修，但是啊，周末没有人，所以啊，周末的时候我呢都会从纽约过去，在这个房子里呢过周末。不但是为了房子的安全吧，也是为了可以看一下装修的进程和装修的质量。所以啊，大家听到这里是不是就比较清楚了？这个房子呢，平时周一到周五的白天，每天啊都有装修师傅在装修，周末呢都是我在。那唯一一个空档啊，就是周五的晚上和周六的上午。然而啊，被人破门而入的这段时间啊，这个事情啊，就恰恰发生在这段时间。那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啊，我周六的中午啊，像往常一样从纽约启程，然后开车呢到 DC 的这个出租房，在开了4个多小时的车之后啊，因为是冬天，所以到了的时候天已经有点擦黑了。我远远的看就觉得这个房子好像哪儿有点不太对啊，但是呢又说不出来哪儿不对。我呢就把车停好，开门进去之后，当时我就觉得，哎，这房子怎么这么冷啊？因为我们的暖气啊，平时都是那种恒温的，而且是那种中央空调，所以不应该这么冷。那我心里呢就带着这个疑问啊，整个房子里走了一圈。这一走不要紧啊，当我巡视到地下室的时候，发现地下室的窗户啊被人砸了一个大窟窿，地下呢全都是脏脚印儿，然后玻璃啊还碎了一地。那看到这番场景，我就知道这家里啊肯定是进来人了。当时啊，地下室加上楼上的2层呢，一共是3层。我当时其实真的不确定这个屋子里是不是还有别人，是不是这个盗贼啊还躲在屋里没有出去，比如说躲在衣帽间啊什么的。那看到这个场景呢，我直接就从房子里退了出来，坐在车里打了911。那很快911就派人来了，来了一个身高2米多的白人警察。他进来之后呢，就跟我一起把屋子的上上下下都巡视了一圈，这才确定啊屋里没有其他人了。那警察就问了一些我的当时是什么情况啊，比如说我什么时候回来的，平时屋里呢是什么样的情况，有没有人住。然后啊，他还拍了一些照片，跟我说呢他会出一个 police report 给我，然后还给了我一张名片，之后他就走了。那搞完这些事情之后呢，其实已经夜里了。说实话，我当时真的是挺慌的。首先啊，楼下的玻璃还漏了一个大洞。第二啊，就是这个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。那么这时候呢，我就面临着2个选择。第一个选择啊，就是我当晚直接去订一个酒店住一晚上，但是家里没人，楼下呢还漏一个大洞，会不会再进贼，或者明天这个房子是什么样的情况，都不好说。第二个选择呢，就是我住在这个房子里面，但是还是楼下漏了个大洞，晚上会不会进贼，然后我会不会安全，这也都不好说。那时啊，真的是感受到了什么叫叫天天不应啊，叫地地不灵。
所以我呢就采取了一个比较折中的办法，就是先找一个破纸板啊挡住了这个破损的窗户，然后呢自己在车里过了一夜。这一夜啊，说实话从来就没有这么难受过啊！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，然后我呢就直奔 Home Depot 买那种厚的木板，因为我当时啊打算把整个窗户呢都钉起来，虽然很难看，但是很安全。所以啊，天一蒙蒙亮，我就直奔我们附近的 Home Depot 买木板。买完回家之后，我发现我们的家居然又进贼了我之前放的挡窗户的那个临时纸板啊，被人踢开，然后进去一看，昨晚我清理过的地面呢，又被人踩了一大堆黑脚印儿。我前后去 Home Depot， 再加上吃个早饭，一共可能就花了2个小时的时间。结果又是同一伙人进去了啊！当时啊，我真是气就不打一处来，又直接报了警。然后警察就又来了，又还是同一个警察，又是一样的程序，做了笔录，拍了照，然后他就走了。然后呢，我就把自己事先买好的木板啊给钉上，把窗户牢牢的这种封死。之后呢，就再也没有进过贼。反正整个事件吧，真的是挺惊魂的，毕竟啊，也是我个人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儿。那流水账说完呢，我个人啊也有几个小的感受想跟大家来分享。第一啊，就是美国警察真的能管的非常少，除了比较紧急的情况啊，比如说现场抓了盗贼啊什么的，像这种盗贼都走了的，那警察叔叔来也就是做个笔录，拍拍照片，出一个 police report， 有一个备案。而且呢，很多时候这种事情都是不了了之的，所以大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啊，可千万不要过分的指望警察能把这个盗贼捉拿归案。第二啊，就是如果屋子里面没有人住呢，就一定要留灯啊，一定要有一个这种长明灯。一般的盗贼呢，就会觉得这个家里有人啊，可能不太可能会进来了。如果有条件的话呢，请在家门口啊也放一辆车，这样呢更保险。那有个车，再加上楼上有几个灯，这样基本问题啊就不是很大了。然后啊，就是社区一般都会提供 House Watch，你呢可以在当地的警察局的网站上申请，一般啊这个都是免费的。那如果家里没有人，在提交了 House Watch 的申请表之后呢，警察就会加大附近房子的巡逻。如果房子有什么样的风吹草动呢，远在外边的房主啊也会及时得到警察的通知。最后一个啊，就是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，还是尽量的安装这种防盗的设备啊，起码安装一个摄像头。像我们出租房现在用的就是 Amazon 的 Blink 摄像头，一个呢也不是很贵，大概$50上下，然后连上家里的 WiFi 就可以远距离的看清房子附近的情况。那我们一般呢都会安装2到3个这样的摄像头，一个呢是对着大门口，一个呢是对着 driveway， 还有一个呢是对着后院，这样啊基本上就全都覆盖了。那这个摄像头吧，你说呢它是万能的，或者是装了一定就能制止犯罪了吗？也绝对不是啊。其实有的时候呢，就是一个安心，能够让我在远处呢完全了解房子周围附近的情况，然后对盗贼呢其实也是一种震慑。他们看到这种摄像头啊，基本就不会过来了。巧的是啊，我们隔壁小区就有摄像头拍下了一段视频啊，一个男的在凌晨3点多打算 break in 一个房子，他在房子附近呢探头探脑，结果被这个摄像头拍了个正着。那房主第2天呢就直接把这段录像交给警察了，警察呢现在正在我们小区找这个人。那大家看这个清晰度什么的，其实还是挺好的。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呢，自己又离得比较远，我觉得还是安一个摄像头比较安心。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说的比较行云流水啊，也是比较流水账，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经验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呢，别忘了给我们来个点赞、留言、转发、关注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